好，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LeetCode 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是第1051题，所谓的 height checker。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它的题目大概是说，有个学校呢，它要做年度的所有学生的一个相片。所以呢，学生呢要求排队，好，根据他的身高，然后如果排序好的，假设它的 array叫 expected I 呢，就是代表说第 I 个学生啊，他在这个队伍里面他的一个身高。那所以他这边的题目是说，他给一个整数的阵列，height 代表是目前的学生的身高可能没有排序，所以他要你传回去的答案是，就是当中 height 跟 expected 它那个 index 那把它带进去呢，值不相等的它的一个总数这个题目有点绕口那我们直接看例题就大家就知道了。比方说这边就是 height 这个是没有排序的。那所以 expected 就是排序好的，所以这个题目其实就很简单的描述，就是说你把没排序跟有排序当中不同的个数把它点出来。所以像这边的话，这个就不同，这边这个也不同，这边也不同，所以总共是3个。那我们来看，那第二个例子是说5、1、2、3、4。那么你将它排序好的递增的排序好的，那我们结果一看，每个都不相同所以它的答案就是它的 height 的长度是5。好，那我们看这个是已经排序好的，那当然就没有问题，所以就是0。那因为它的简单题目，然后所以它 constraint 实在是很简单所以这边就是那个阵列长度呢也只有最长到100。那他身高呢，因为是应该是小朋友嘛，所以介于1到100之间。不过呢，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边的一个解答的部分。所以我们这边可能就针对我们这边的第4项 approach 当中第4项，那我们基本上我们是用所谓的counting sort 那当然 counting sort 我们当然就是用哪部分的应该是前半段计数的部分。那么基本上我们会重复使用这里面的容器 height 那就是说 height 呢，它在那个counting sort 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之后我们就是储存它原来的 height 的值以及呢它排序之后的值的之间的一个差然后再来呢，我们再去数这个 height 里面呢，它有几个0然后再去用这个值呢去扣掉height 的长度，其实就是我们一个解答所以像我们这边Python 版的话，我们大概简单说明一下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开始的地方，那我们因为根据它的 constraints height 在 I 的值呢，它是介于1到100之间，所以我们就直接就0到100，所以总共101个101个元素。那然后呢，这边呢我们再用 for 回圈呢，真的就去计数。好，
计数完之后呢，我们这边再透过回圈的方式啊，所以从这边的第6行一直到11行的部分，好，那所以因为我们的那个值呢，我们的 x 的值呢，它是介于1到100当中啊，所以我们这边直接透过回圈啊，搭配 range 函数101。那所以我们这边 f 是 frequency 在 x 的值，那么因为它可能会有重复的所以重复 f 次，那所以我们将它原先 height 在 i 的在这边 i 的一个情况的值呢，我们就把它扣掉我们的 x 然后再将我们的 counter CNT 呢再加上 f 最后呢 return 回去的话就是像这边所说明的height 的长度减掉 height 当中出现0的一个次数，其实就是我们的答案。好，那我们让它执行一次。好，我们 submit 看看。所以这边是 OK 的。那我们看一下有关于C++的部分C++的部分呢，我们当然也是用相同的一个逻辑来做只不过语法上稍微比较不一样而已。好，那一样，这前面当然也是透过回圈去计数，然后再第二个槽状回圈呢，再去处理这个也就是排序过后跟原始的那 height 之间的一个差，然后再透过count 函数去计算它出现几个0然后用这个当去扣掉height 的长度，我们也让它执行一次。好 ，submit。所以这个当然就0毫秒就完成。那我们来回到 Python 部分那其实它这种当然也可以用所谓的一行解就完成了。一行解的方式呢，我们就用 Python 当中的sum这个函数。那我们当中我们考虑一个是排序，没排序前，一个是排序后的。所以呢 ，x、y 呢分别是在 zip 函数当中，当然这里是 height， 第一个排 height， 第二个就是把排序的后的 height。那这里当然是改为不相同。好，那我们执行一次。好，这也是 OK。那我们 submit 看看。好，所以这个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解答这样一个问题。